深山顶峰隐落着一个百年古村，早年聚居了上百位村民，十分热闹。想要上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这里的山路曲折蜿蜒，当我们攀至半山腰，便能听见鸡鸣。更让我们意外的是，翻过陡坡，山顶上的平地豁然显现，视野非常开阔。村落的土坯老屋错落排布，原有样貌保存完好。这里空气清新，环境优美。可随着时光变迁，村民们还是陆续搬离了这里。如今偌大的古村落，就只剩下一家三口坚守在这里。这一家人靠山生活，就地饲养山羊与各类家禽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这里远离闹市纷扰的生活，过着安稳闲适的日子。曾经烟火兴旺的古村慢慢被外界遗忘，只剩这户人家固守老宅与故土，在僻静的山顶守着祖辈留下的家园，日复一日过着简单自在的山居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祝大家朝朝远，岁岁安澜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株洲的一座大山里，在山脚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2栋废弃的泥土房，而且在山顶上还有一个古村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古村落里有没有人居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决定徒步走到山顶上去看看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先简单的观察一下这2栋废弃的泥土房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湖南的大山里面。这边呢，就是以前村民种植的芭蕉树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要沿着这条泥巴路走到山顶上去。因为这地方我们不熟，我们不敢贸然的开车，所以我们待会儿决定徒步走上去。我们先近距离看看这山脚下的2栋泥土房，目前看起来已经是废弃了，而且2栋泥土房全部是用石块垒砌的这个地基。这2栋房子看起来荒废了有10-20年啊，这上面都还有凳子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做养殖或者是养蜜蜂吗？还是说这里面有人住啊？看着不像啊，东西都清干净了。哦，是的，就这里有个凳子哦，有一幅寿材。好，见光发财啊，观众朋友们。这上面呢，全部是蜂箱。哎，爸爸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？哎呀，这个爸爸也不知道哎。爸爸在这个湖南这边经常看到这个东西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问这个是起什么用途的。咱们走到这边看一看。啊，这里曾应该是养羊的，对吧？应该是吧。啊，现在这栋房子要是再修缮一下，再把地面完善一下。这里面都还有那种还来不及收走的衣服。把瓦片修饰一下，墙壁粉刷一下，这地方还是可以住人的，而且这边离公路也不是很远。好了，这个房子我们就简单的参观一下。现在我们准备徒步走到山顶上去。好，现在我们沿着这个山路一直转到山顶上，上面呢
看到啊，有一个村落，有几栋房子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这个路面应该车子是可以开上来的，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里面路况不熟悉，所以我们还是步行往山谷深处走去。这里这棵树都还是空心的，而且这个树还是枝繁叶茂，而且是斜着长的，生命力真的顽强啊。我们刚刚走到这里来，没看到电线，然后呢，我们走到这个平路来啊，这里就看到有电线杆，电线一直往这个山顶上延伸了。好，应该这山顶上是有人住，但是这个路看上去又不是特别的好走，我们还是走到山顶上去吧。烈日当头，幸好是走在这个大山里面，还可以避下阴，要不然热得不行。哎呀，走在这里面就很凉爽了。对呀。幸好我们刚在右边看到有电线，从这边是没有看到电线杆的，要不然我们待会儿走上去就会扑空。走到这个位置，就有十足的把握了。这是又进入登山模式了。走到山林里面，除了登山有点吃力以外，这种夏天的炙热感还是要减轻好多。上面都架的有信号塔，这条泥巴路，还是有那么宽，四周都是山。看了吗？上面就是从山脚下牵的电线，而且是3相电。这上面看起来都还有网络线呢。这个小电线杆。但是这个路看上去没有车能印，不知道里面是否还有人在里面坚守。在这个山顶上，哎呀，前面就有房子了。前面这个房子应该是信号塔的，应该不是居民房。是的，这个就是电信的，或者是联通、移动的信号基站房。看，爸爸猜的没错吧？这个3相电，电线还一直往山顶走。休息一下吧，太热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前行，休息了10来分钟，实在是太热了，外面38、9度的高温。以前这条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宽，还是说后期挖的有这么宽？我觉得应该是后期吧。看看我们今天判断会不会失误啊？还没有看到房屋吗？走阴凉的地方，哎呀，太阳底下人都要晒晕。可不是嘛，今天都有30多度了。是的。走到这个山顶上，像以前走到这个大山里面的人啊，他们的祖辈避世避难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在山里面
安全性要好很多，尤其是在70、80年以前，到处都是战争。虽然住在这个山里面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吃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最起码住在这里面，能够安心的繁育下一代。这个地方以前都是田吧？对啊，那现在全部是杂草丛生了，下面的草都有2、3个人高了。这里一个路面塌陷，走的人少了，旁边都还有山泉水管，黑色的。是的。但是这上面基本上看不到有新鲜的车轮印，对吧？是的。听到山泉水的声音没有？那里好响。蝉都乐得叫了。夏季肯定蝉也要休息啊。这里的电线没有了哦，看到房子了。确实，但是感觉好小一个。这里很多人在这里砍沙树，看看还有没有人住啊？哎呀，没听到鸡叫。哎，有鸡叫啊！那里还有房子。是的。还有3、4个。对呀。看来以前应该是个古村落吧？有鸡叫，现在只是没听到狗的声音。这里面还有人住啊。确实有，还看见开垦的蔬菜，这还有养羊的。是啊，刚刚下车的时候忘记拿棍子了，赶快准备一根小棍子，赶快找一下。你看旁边有棍子，找根棍子拿在手上，防止别人这里养的狗。好吧，这个棍子太长了。没关系，拖着呗，拖着吧。这个。行。谁叫你把这个棍子放车上不带过来？这套房子还与众不同哦。这还是水泥房啊。和我们感觉没人住了。是的啦，旁边是泥土房，这个只有一面墙了。这个养羊的圈也废弃了。这是个羊圈，以前这里应该是蓄水的一个小地方。这里还有打谷机，小心啊！我们走到这个草丛里面，就防止有蛇。蛇倒是没有，蚊子却一堆。这个是打谷机，那滚子没有了，拆了。走吧，不在这个快要倒塌的墙这里，只有一面墙了，安全性要注意。这个房子装修的还挺不错的，周围都是瓷砖，这里还有地坪，上面还有看电视的锅，这里是没有人住了，已经搬空了。好，我们走到那个有鸡叫的地方去吧。这里好大一棵桂花树还是其他树种啊？看起来应该是桂花树吧。全部是泥土房。3香店直接到家门口。但是就是泥巴路，一直围着山打圈走上来的。
啊，这里以前还搞了个菜园子，但现在这里没种菜了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就狗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确实。啊，我们就要防范于未然嘛。不过这个狗还怕人，躲起来了。啊，这里还有人住吗？这里养的狗就应该有人住。阿南，准备拿好你的棍子，防止狗来个突然袭击。这狗也不叫哎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在这里养羊养鸡啊？你一个人住这里面啊？你们一家人呐？啊，这路怎么上来的啊？骑摩托啊？你们以前一家人一直住这里吗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些泥头房还有人住吧？没了。这个狗是你养的？啊？这个狗是你养的吗？狗。是我家的。啊，你家的？那这个狗好温顺哦，吼都不吼一声。没什么用啊，有用有用。几条狗啊？就这一条狗吧。就这一条了。哦。哦，你好，叔叔阿姨你好。嗯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带小孩子出来游山玩水啊。啊。进来休息一下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热。带小孩子到这里来玩。是的啊。那你们出行就是骑摩托？骑摩托。哎呀，这个路上面全部是泥巴路哦。我们的山泉水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是玉米吗？这是我们买来喂鸡的。喂鸡，我刚刚从老远听到鸡叫。哎，我说这里面都还有人生活哟。咦，这结的是什么呀？猕猴桃。这是野生的吗？啊，野生的。哇，看看阿拉，看看。这么多。哎，我们在山里面看到的猕猴桃就是比这个还要小。今年不多。实在有利。我们这是野生的。哦，自己吃了。哎。还是说有时候多了就找卖给别人了？要是有人要就卖给别人，没人要的时候就自己吃。哦。有时候也有人来买。开车进来吗？啊？他们开车进来吗？有时候也是开车来。那他们的车子要好一点才行。你们是可能是没有习惯。走路上来了。都是走路吧？对，基本上。不敢，我不敢的，因为这个路全部是泥马路。休息就来。好，谢谢。在这里休息就。好好好。哦，你这个还是泥土房吧？是泥土房。多少年了啦？有40-50年了。40-50年了。哎呀，这房子修的还好嘞。哎呀，到这里面就好凉快哦。我们这里夏天很凉快。夏天凉快。基本上只要有风扇就可以了，有时候风扇都不要。是的，是的，你看看我在外面最少有40度的温度，到这里面最多就20度。是的。是这样哦。是的，是。是这样。休息就走。好，好，谢。我泡一杯我们这里的冷茶给你们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太客气了。谢谢。哎，坐在这门口边，你看有口风进来。啊，有口风进来，有口好凉爽的风啊。那你儿子年龄应该不大吧？17、18岁。我儿子啊。不止24吧？有24了。那差不多要找女朋友了啦。哎，不抽烟，谢谢。不抽烟，有烟我都给你出了。以前这里住着很多人吗？这里？有80-90人。80-90个人呐。一个走。这里是一个小走了。一个走。那什么时候全部搬走了呢？有我14年了。搬出去20年了。怎么你们没想着搬出去呢？我们我们没有搬出去，我们在外面去了20年，
哦，也在外面啊，好，谢谢。来喝茶。谢谢。我从老远听到有鸡叫，是的，你这里养了很多鸡吗？不多，现在有十几大鸡了，这十几大鸡。哦，除了养鸡，有养了羊，养了羊，养了牛没？没。哦，那你这里实际上你一家人就可以搞养殖，挺好啊。我刚刚看到这么大一片。是的。我们是在这里回来，搞养殖业的。哦，以前也是一直在外面了，哎，才回来几年吗？有3、4年了。哦，那现在你一家人住在这里，肯定别人不会给你修路了，哎，最多就是这条土路给你们弄好就不错了。这是土路都是我们自己弄的。你们自己花钱挖出来的？哎，以前在那个下面那里傣曼的那里，就是下面从下面那都是我个下面们给很久祖上。我的那个祖孙那个人修过过，没去就是去修过。就是你们这个组里面的人哎，发了，那不差不多要大几十万？那没有个时候没有就是人急都是自己挖的。就是人抽的挖。你们这已经锄头把这个路挖这么宽了，那不要挖大几个月啊？有时间去挖，那个时候。他有时每年都是挖一家，每年挖一家，就是。啊，就是得空就挖一下，得空就你挖一下，我挖一下。哎。那不前前后后差不多1年吧？到了不要，到了以后就每户分一节，每户我先挖一节。啊，就每个人就是量好了，量好以后你把这节挖完，我把这节挖完了。一个人挖几十米。啊。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挖通的了？我有10-20年吧，10多年吧。有20年了。哦，这个路还挖的有那么宽哦。过节呢，过节从下面那个有屋基，这些都过来这些就是我的自己，喊他挖一地挖一地。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拍拍风景，拍拍视频。山泉水的味道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住在山里面好。真要是你这里应该手机信号有吧？有啊。很差，要在门口才有一点。就是到这个门口才有信号。是移动的还是联通的呢？电信、移动。联通都是一样吗？联通用不了。联通完全没信号。对。电信有一点点信号。电信和移动都有一点点信号。电信稍微好一点。哦，在这个门口就有信号了。哎，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塔离你这里也不远呐。是不远。山挡住了。这个坡挡住了。那个山挡住了，挡住了。啊，刚好被这个山给挡住了。对，而且那下面那里有一个弯，也有个高山，那里也挡住了一部分。哦，但是你们可以在网上买一个信号接收放大器，大概没用。你试过了吗？我们买过，装了没什么用，但是我们过去一点点就有信号。买个300-400块钱的那种呢？不要买那很差的，100块钱没用的，300-400块钱的。就是带那个盒子，家里装个盒子，杆子立到那个高一点，像你这个房子立得高一点就没问题，然后再垫好屏，大概是300-400块钱，那个就很好。我们去年就也养了很多羊。哦。一次起来都是养很多羊。我们这计划是养牛，还有我们是准备在这里搞野生的那个蔬菜什么的。啊，搞那种有机蔬菜。哎，这个想法好。这是你儿子的主意吗？他刚回去采过的，他没有采过的，他在那广东打工啊。啊，你是才回来？才回来一阵子。哦，休息了。这里真舒服，都不用风扇。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里一般到夏天都不要坐在这个地方，夏天都不要风扇，除非中午这2-3个小时要风扇的。你看我们组进来开始一身大汗，我走到这里面一下子就没汗了。16。好凉快。40-50年的房子，不过现在保留的还好哦。你这里10多年没住人，都还没有倒啊。都还是一直都在这里，就是我跟我儿子女儿他们就一般都是在外面住，我才回来几年。哦，一直都是你老公一个人住在这里。以前他爸还有父母。啊，住这里的。哎。难怪的了，我说要是真的等个3-5年，如果一直没住人，
就会倒掉。是的。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猕猴桃。我们去其他山里看是看到过，就很小，就这么大一丁点的，这么大丁点的猕猴桃。好吃是好吃，的确是好吃，比那个外面买的的确是好吃，是的。比人工培育的。你这个是移栽过来的吧？不是移栽的，就是以前移植起来都是野生的。哦。这里你们就这一点点吧，还是还有好多啦？周边还有吗？这边其他林上也有，山里也有。山里有，那就别人也会去摘啦。哎。那就看谁摘的快了。是的。这个你就会，这是你们私家的，就没人不会动。到山里面别人就会去。是的。差不多10月份吧。 10月份就有收了。也都10月1的结果是10月。有什么？我看到别人说有去摘野葡萄的。野葡萄啊。野葡萄就是野葡萄也有。6月。也到6月份啊。6。那你们这个村落以前应该是住了有300人呢。有几百年不？这个村子有几百年不？有啊。有几百年的。都是一直就是生活在这里咯。那时候建这栋房子建了多久啊？有没有建个1年多啊？08楼。应该是要建1年多，因为这个泥头房不像红砖房，全部都是要打紧。那你知道什么吗？蘑菇。这是蘑菇吧？是的。这是思维灵芝的一种。这是灵芝啊？哎，这个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个吗？这是什么呢？到处都有，不认识。不认识啊？你这个动植物专家也不认识啊？就是我们家女儿，她对这些还了解的比我多了。哦。你都不认识吗？这么聪明哦。她喜欢看这样的科普的视频。哦。这是什么呢，大姐？就是枫树灵芝。枫树灵芝啊？起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冯酸菌呐。就是吃了对，这是泡水喝还是煮菜啊？还是干嘛呢？就是煲汤呀什么的。啊，煲汤。哦。这个山里面经常有。就是经常生病的人吃这种就不会这样，不容易生病。就健身。就是健身了，养生的一种中药了。这是晒干了。这个第一次见，不认识。这个东西卖很贵吧？有的地方卖2000多块钱1斤。2000块钱1斤啊，这个？这个东西在山里面经常看到啊。我们经常看到吗？然后之前你还说这个东西有毒，不要摘。是一样吗？是一样的。你确定？有的比这个还要大一点。只有我们这个山里才能有是的，只有山里才有，外面肯定没有的。经常有人到这里来收山货的有不？就是没有人收啊。你很多山货吗？我是可以带一点去外面卖啊。我们都是养的药材耶。啊，你这个都是药材啊？我们是特地留的药材，留到这个房檐下。特意留的？就是像这个感冒呀什么的，泡一点喝都可以啊。像这个。这是这等于就是脚痛呀什么的，这些都是药材。你不说我们不认识，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草了。是啊，不熟悉的人会说怎么这个屋檐下这么多草？就是我们是特殊养的。啊，特意留在这里的。像这个车前草。啊，车前草会认识，还有那个鱼腥草认识。还有这个也是药材。这个可以打结石的。这个啊？这种东西都可以。我们这里好多这个东西。像这种也是，人家说这个致癌呀什么的都需要这些药材，到处都是药材。还有这个的，这个是半边莲呢。这也是药材，全是药材。那你都还认识嘛？关键你认识就好办。那这个是治什么的嘞？这个又是治腰痛腿痛的。腰痛腿痛。那这个到处都有啊。是啊，这些药材在山里面经常看得到。这个是不是那个黄金啊？这不是。这个有点像了。黄金，
我们看到别人挖好多黄金，你这山里应该有黄金。有，我们这个屋后面还有。屋后面也有黄金啊？带你去看一下那个真正的黄金。好。啊，这是你的厨房。那里是厨房。这房子真的舒服。这就是黄金。啊，是的。这么大。是的。你们刚才看的那个牛可能是看到是书上的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们其实以前在山里面看到这样的好多哟。是的呀，好多。啊，我们经常去山里面走，到处玩。还摘过它的叶子那玩。他摘过叶子玩过。哦。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野草了。这个就是真正的黄金。看，近距离看看。我是后面才知道说这个东西卖的好贵，卖70-80块钱一斤。哦，是啊。你看这上面结的果子。我们是把它留到做种。这是做种是吧？以前这山上住的还有人吗？那上面没人了。以前住的有人了？没有。以前也没人。上面是我看到像是搞的梯田的形式。那上面是土。哦，以前是土。哎。现在就全部荒掉了。哎。上面这里都是桃子树了。哎。桃子树、红枣树。哎。都会结果吗？会呀。哎呦，那你这个地方不错啊！这里其实搞养殖业、做正职业都还行呢。这里那时候有1-20户人家了。不是，那下面还有，这里这几户人家。这里就是几户人家，然后刚刚我们走上来的那里有些人家。我刚刚那里看到一栋房子还修得很新哦。就是那里啊，那里人以前像一条街一样。以前那里像一条街一样，很热闹啊。那就是两边都是房子。哎呦。三面都是房子。但是现在就只剩一栋房子在那里了。以前那是土墙。你这里应该那时候住的有接近100来人，肯定还算是比较热闹了。那上面都好像有房子哦。是不是那里都还有房子啊？那里是还有，也快倒了。我看到都还有电线往里边走的。是啊，就是到那里就是最后一家了。那就最后一家了。你这里是起什么这个地方？当初是看电视用的吧？还是说一个？是，以前是装了那个接收机的地方。啊，是的了。我当初以为这里是搞个压水井的。小心一点，不要踩到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很滑。哦，好的。当然，听到没有，伯伯说的。这里有黄金，也是我们在山上挖的野生黄金，移栽到这里的。是的，这里是全部你们移栽的。这里也是一丁点药材，看你们认识不？这个啊？这个就不认识，没见过。这个就是仙毛。哦。你看这个菜。这个菜能吃啊？这是野生的。苋菜。是野生的。非常好吃。加一点。搞一餐吃试试看。你可以试啊，就吃啊，这个过就是。这里一看就是没打药的。一不干活呀，不打药个。对。因为打了药，它上面就没有尘眼。有尘眼的就反而还安全一些。一家人你们住这里不怕吗？不怕。怕什么了？我们习惯了。这里主要就是没有第2户人家，要是有2户人家住这里，还相对来说还是不一样。我是胆子比较大的。别人好多人都说我。都说怎么敢住在这里，但是我没有怕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怕。我晚上一个人，半夜我可以骑车子出去，我都不怕。这里啊？哎呦，那你的胆子大哦。我是胆子大，吃这个菜就是要先焯一下水。稍微简单烫一下就可以了吧？焯一下就没有这个涩味呀。好了，足了，够了。多搞一点肥。可以了，够了，吃一餐，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慢走。好，乔郑大哥，邓姐，好，谢谢，你们太客气了。不客气。伯伯拜拜。再见啊。有时间
好的，我哥说了，一回生二回熟，3回我们就到亲戚家了啊。没想到啊，这2位曾伯伯居然还住在这座大山里面，而且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的招待了我们。那我就在这里祝这一家人早日实现财富自由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